有缘人，你有没有听说过，衣服也能影响你的运气和生活能量？或许你觉得这是玄学，但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往往蕴藏着我们未曾注意的能量密码。从贴身衣物到外在穿搭，这些选择真的无关紧要吗？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你的袜子有一个小洞，或者你钟爱某些特殊图案的衣服，它们会不会悄然影响你的情绪和运势？今天的视频，我将带你一起探讨穿衣打扮背后的能量奥秘。从衣物图案、材质到状态，如何通过这些细节调整自己的磁场，为生活注入正能量。如果你也好奇，为什么有些衣服越穿越顺，而有些却总让人感到不适，那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内容。女人的衣柜是生活态度的缩影，更是内在能量的外显。一件衣服的好坏，远不只体现在材质或品牌上，它传递的气息、潜在的寓意，都与个人的磁场息息相关。若衣柜里存在某些问题服饰，可能在无形中扰乱你的生活，让你本该平顺的人生徒增波澜。第一类需要警惕的衣物是带有破洞的贴身衣物。虽说破洞风潮曾经风靡一时，但将这样的元素用在贴身衣物上，却可能暗藏凶兆。贴身衣物如内衣、袜子，紧贴人体，是能量最直接的通道。破洞象征着破损与残缺，而内衣的存在则是为了保护和提升个人的气场。一旦破洞元素融入贴身衣物，便相当于一道无形的裂口，悄然释放个人能量，使福气流失。就像我的朋友小云，她因为一时疏忽，总穿着一双前掌破了洞的袜子，结果多次在关键场合摔了跟头。后来才意识到，这不仅是外在形象的问题，更是一种气场的漏洞。改掉这个习惯后，他逐渐恢复了自信，生活也变得顺畅许多。更让人惊叹的是，衣物的材质和设计也能对运势产生深远影响。镂空蕾丝的内衣就是其中之一。蕾丝本是性感优雅的代名词，但设计上的空隙与不完整，却象征着一种能量的不稳定。朋友小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在重要约会上显得更有魅力，她从里到外都选择了蕾丝元素与网袜、透视上衣。一切看似精心搭配，却在无形中埋下隐患。那天，她的装扮虽让人眼前一亮，却过于暴露，让相亲对象倍感不安。对方的脑海中不断浮现未来生活中可能的种种问题，这让人如何安心相守一生？最终，这段感情因为一件衣物而无疾而终，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贴身衣物的状态也可能对磁场产生影响。一个女人若长期穿着破损的内衣或过于陈旧的贴身衣物，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负能量。如果你连最贴近自己身体的衣物都无法好好呵护，又怎么能把握住更重要的生活机遇？心理学上讲究仪式感，其实是通过外在的细节培养对自我生活的尊重感。一件干净、完整、舒适的贴身衣物，能让人从内心焕发自信，进而提升整体的气质与磁场。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贴身衣物藏在外衣之下，别人看不见，何必过于在意？但这个想法恰恰忽略了贴身衣物的能量作用。古人常说服从心生，而贴身衣物与我们的内在磁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件破洞的袜子可能让你在某个重要时刻暴露无遗，
一件过于暴露的内衣可能让你在人际交往中失去分寸感。曾经有一个女同事，平日里总穿着一些看似时尚却质感廉价的衣服。她本以为这些服装让自己显得年轻有活力，殊不知却让她在客户面前失去专业形象，甚至影响了升职的机会。这些事例无不在提醒我们，衣物的选择不能仅停留在表面，更要顾及它背后传递的能量和态度。更深层次地说，穿衣打扮是一种自我暗示。如果一个人经常穿着破旧、暴露、不合适的衣物，无形中会影响自己的信念，甚至吸引负面能量。一件干净、整洁的贴身衣物，就像一个人的保护罩，可以屏蔽外界的杂念与负能量。反之，破损或不合时宜的衣物，则可能在不经意间打破这种平衡，让生活的轨迹偏离预期。那些表面看似无伤大雅的贴身衣物，往往成为影响命运的关键。一个从未认真挑选贴身衣物的人，往往也难以认真对待生活中的重要细节。而那些在穿着上下功夫的人，往往在生活中也会更加注重细节，从而事半功倍，赢得更多的机遇与好运。这样的道理看似与衣物无关，实则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工作和事业，也同样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件贴身衣物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一个人的形象与气场。只有对这些细节保持敏锐和重视，才能在人生的每个关键时刻占据主动。结果显而易见，那些忽视衣物细节的人，往往会因小失大，而那些重视衣物选择的人，能在关键时刻稳住气场，迎来好运。小丽最终没能与心仪的男士走到一起，成为了一个让人唏嘘的案例。而那些开始重新审视衣柜、精挑细选衣物的女性，却在不经意间找回了生活的秩序与美好。在大街上、聚会中，甚至社交平台上，总能见到一些为了吸引目光而穿着暴露的人群。他们的服饰往往不加掩饰地展示身体，这种选择或许是为了彰显自我解放，但实际上更多时候是在无形中暴露了内心深处的脆弱与不安。一个人的衣着可以传递出无声的信息，而过分裸露的服装则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用身体来换取别人的关注与认同。就像灯红酒绿的舞台上，太过显眼的灯光虽然短暂夺目，却也会让人感到刺眼。在生活中，不妨留意那些穿着暴露的人，他们的神态可能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般从容。他们或许渴望得到更多的关注，试图用裸露的身体对抗内心的不安全感。然而，这种方式既无异于提升自己的价值，也无法赢得真正的尊重。人的外表固然重要，但仅靠衣着吸引的关注总是短暂的。别人看到的只是一个被过分展示的躯壳，而非一个真实且丰富的灵魂。其实，真正的美不在于裸露，而在于内外兼修。一个懂得尊重自己的人，无论是在穿着还是言行上，都不会选择博取眼球的方式来获取价值感。他们明白，尊重自己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是对自己的内心负责。这样的女性不需要借助暴露的衣着来彰显存在感，她们的自信来自智慧、学识与独立人格。她们明白，简约不等于平凡，低调不代表普通。有教养的人自带光芒，即便是穿着最普通的衣物，也能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反观那些执意通过穿着暴露博取关注的人，他们的内心可能比看上去更加空虚。
他们常常因为短暂的关注而迷失自己，不断地陷入虚假的满足感之中。可悲的是，这种满足感不仅稍纵即逝，还会让人失去真正的价值。外表的光鲜亮丽可能吸引人一时，但最终留给人的往往是轻浮、肤浅的印象。而当这种标签一旦贴上，无论如何努力想要摘除，都显得困难重重。人们对穿衣自由的理解，也许需要更深层次的反思。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暴露，而是对自己的负责与对他人的尊重。真正的自由，是能够在繁杂的选择中找到自我，是一种对生活的智慧。一个人穿着得体，并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目光，而是体现出对自身与周围环境的敬意。相较于大街上的暴露狂，那些懂得适度与优雅的人更容易赢得别人的尊重。他们不会为了吸引注意而迷失自己，更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改变原则。真正有品味的女性，懂得将衣着化作一种艺术，即展现个性，又不过分张扬。她们不追求浮夸的设计，而是追求适合自己的风格。她们用简约大方的服饰讲述自己的故事，让人忍不住想去了解她们，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视觉欣赏上。这种内外兼修的魅力，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智慧与涵养的体现。此外，暴露的服饰不仅让人对穿着者产生误解，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在公共场合，过度裸露的服装常常引来不适的目光，甚至骚扰，成为社交中的雷区。而那些衣着得体的人，反而能在无形中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安全感。由此可见，穿衣打扮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也关系到与他人的互动和关系。穿衣是一种语言，暴露过度则是语意不明，甚至令人误解的表达方式。真正聪明的人，不会让自己的衣着成为他人议论的焦点，而是让它成为彰显品味与修养的工具。衣不过分方显优雅。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内心无惧。衣着得体的人，懂得用服饰诠释自我，也用行动展现内在的涵养。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与其用暴露来吸引目光，不如用修养赢得尊重。外在的光环终会散去，唯有内心的丰盈才能长久。与其在短暂的聚光灯下争奇斗艳，不如让优雅与智慧成为一生的注脚。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成全。曾听过一个亲戚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这位亲戚家境并不差，但总爱收别人不要的旧衣服穿，认为这样既省钱又环保。他自以为聪明，觉得生活节俭就能积攒更多财富。然而，他的日子却并未因此变得轻松。相反，家庭矛盾不断升级，他自己的状态也日益憔悴。久而久之，大家都不禁纳闷，这种节约到底节约了什么？有人或许会说，衣服不就是一件外物吗？穿旧的又何妨？可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衣服背后的故事，它承载的气场和磁场，以及对个人生活的潜在影响，常常被忽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选择，其实正悄无声息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那么，问题来了，贪图小便宜，究竟是在为生活增添便利，还是给未来埋下隐患？我的那位亲戚总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别人不要的衣服还那么新，扔了怪可惜，拿来穿不是挺好吗？他说这话时，嘴角带着些许得意，仿佛捡到旧衣服是一种聪明的生活方式。家里人起初也没太在意，只当他是节俭过度，
觉得这种习惯无伤大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的发展却让人开始感到不对劲。他家的日子并没有因为省钱而富裕起来，反而问题多多。身体健康开始亮红灯，整个人面色灰暗，情绪也变得低落。他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家里的气氛总是沉闷不堪。原本一个蒸蒸日上的家庭，竟因一点贪便宜的习惯变得黯淡无光。这种现象在亲戚圈里渐渐传开，大家都私下议论纷纷，穿别人剩下的衣服会不会真的带来不好的运气？其实，衣服不只是遮体御寒的物品，每件衣服在长时间的穿着中，会带有穿戴者独特的能量场。这些能量场是无形的，但却真实存在。如果一个人穿着别人的旧衣服，就好比把别人的生活磁场请进了自己的家。那些被淘汰的衣服，也许携带着过去主人的不顺，甚至可能无意中带来负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难以察觉的。我的亲戚虽然嘴上说着节约，但这种贪小便宜的做法，反而让他陷入了更大的窘境。别人眼中，他捡旧衣服是为了省钱，可他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漏财。工作中总是遇到不顺，几次升职的机会都悄然溜走，日常开销莫名其妙的增加，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紧张，这让他越来越焦虑，整个人状态也大不如前。有一次，他在亲戚聚会上聊起这些事，一位长辈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有些便宜不能占。衣服虽小，可它的能量却不小。你省了表面的钱，却可能赔了运气，真的值得吗？他听完，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但并未真正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他在市场上看到一件标价优惠的衣服，忍不住买了下来。结果回家后才发现，那衣服上有一个隐蔽的小洞，根本无法再穿。几次类似的经历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追求便宜的习惯不仅没有为生活带来好处，反而让自己失去了更多。这件事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购物习惯，不再收别人的旧衣服，也不再一味追求价格低廉的商品。取而代之的是，他学会了为自己投资，买些适合自己的新衣服。他慢慢发现，当穿上一件干净、舒适、合身的新衣服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气质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家里的气氛也逐渐和谐，孩子的学习成绩开始好转，他自己的事业也有了起色。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衣服不仅是外在形象的体现，更是内在能量的载体。当一个人对自己好一点，用得体的衣物装点自己，实际上是在为生活注入正能量。反之，如果一味贪小便宜，不仅会影响个人形象，更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回想过去那些年，他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得不偿失的买卖。他原本以为节约会让生活更好，却因为错误的选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这种越省越穷的现象，不正是生活对他的警示吗？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每件衣物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主人的气场和命运。衣服旧了、破了，就像人的气场被消耗。若继续强行使用，只会让自己背上更大的负担。与其为了省几块钱而舍不得扔掉不合适的东西，不如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用积极的方式改变命运。古语有云：衣着如人品。选择合适的衣服，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尊重，更是对生活态度的体现。贪小便宜虽然看似省下了一时的开销，却可能赔上长久的好运。
愿每个人都能懂得，真正的节俭不是一味省钱，而是懂得用得体的方式提升生活质量，让内外兼修的气场伴随自己走得更远，活得更好。感谢各位有缘人观看我的视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记得按下那个大拇指，支持我的创作和感应。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想或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一起讨论如何通过穿衣打扮让生活更有能量。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别忘了点赞，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记住，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